新的麦克风。然后我有一个就是夹在这里的，但是我觉得我担心如果要用上它会有回音。会有回音我因为担心会这样子。因为如果我用之前的麦克风，有时候我说话我一转头，它就收不到音了，所哦，以然后之前有一些那个学生说，老师有时候你的声音不清楚，跟我嗯说有时候我的声音不清楚，嗯，然后我自己听回放真的是这样子，有时候我的声音可能因为我转头或者是抬个头，麦克就是风就收。对着这个麦克风。对，如果我的嘴巴没有对着麦克风，那个声音有时候收不清楚。那嗯，嗯，你然后我就买了这个，他是说他那个360度。对，他收音的范围比较广。对，那好他说他是那种新型的收音啦，那更好。就那个新型的收音，所以它的范围比较广。对，啊。他说这种麦克风是新型的那种哇哦，收音，对。新型的新型的。对，所以我就想说试试看，然后我就跟一个学生叫 Tom 的学生，嗯他嗯。说他就推荐我买这个牌子的。对，这是什么牌子的？这个就 Razer，我写一下 Razer 就是那个好像刮胡刀的意思吧。没关系。Razer 微水 Razer，对，OK。那这个牌子叫 Razer，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啦，感觉还对，不错。你要每一天上课，你必须要用到。对，我还是觉得收音要清楚一点比较好。嗯，然后我们有时候要唱歌，对不对？卡拉 对对 OK 大赛的时候，总要有个工欲善其事嘛，必先利对其器一定要好的麦克风啊。对。好，那各位同学大家好，今我天梅老师关一下门，很快。好，没问题，梅老师。好，各位同学，老师跟你们打个招呼，赛琳、小土豆欢迎，还有木同学欢迎，还有 s 控、嘟嘟，还有海山、小土豆欢迎。好，我们很多朋友还有我们的春娇，泰国的嗯，春娇，还有 好，Alice 很好。Fresh，还有泰国的裴静小土豆，还有我们的 Sai 同学，还有 Maddie 同学，宋平泰国的宋平小土豆 Hardwin 印尼的小朋友，这个是小朋友，小朋友，我记得他了，现在。对对对，其实那个他是雅正的儿子啊，哦。雅正的儿子，对。Hello Teresa，我们美国的朋友，嗯，好，欢迎 Teresa。上次他唱歌，梅老师还记得他吗？对，我对对对，记得。他有唱歌，很好嗯，听，歌对，声很好听哦。下个星好，期要来唱歌。对，我们各位同学先跟你们预告一下，下个星期五卡拉 OK 大赛梅老师跟我呢要举办卡拉 OK 大赛，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你们准备一下，看你们有没有很喜欢的歌曲。梅老师，我们不一定要中文，对不对？其对。实各位同学，你们想唱自己的语言的歌也很欢迎欢迎的还没有听过其他语言的歌，就是英文对歌和闽南语，还有一个西班牙语、法语我听过。对，然后上次永祥唱缅甸语的，对对对，永祥弹吉他嘛，唱缅甸语的他们自己国家的。好，维凯、小土好豆、期待。Continue、玉珠，好久没有看到玉珠了耶，我也发现了，好久对呀，好久没看见玉珠玉珠，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好久没有看，老师就有时候想说，好像少了一个同学，是谁呀？我好像我从星期天换到星期五，没有见到过玉珠。对，玉珠之前跟我讲说，她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忘记了。然后，所以哦。她好一阵子没有上来了。玉珠，你最近很忙是不是？好久好久没有看到玉珠了哦。好，嗯。玉珠，这个有机会礼拜天好了，好不好？上来跟我讲，你最近在忙什么？怎么这么久没有来上课？老师嗯。就想说少了什么学生，我就想不起来了哦。好，其实这个梅老师有时候学生来来去去就是对。也很正常啦，我记因为有的得有一个好像是您说的英国的 Alice，我也好哦久没见她啦。，Alex 太久了，有的这个学生我知道啦，学生来来去去，有的学生找嗯，到工作了，忙了，他没对。有时间听直播。
这个也没有关系。对，玉珠那其实说得了新冠。真的OK，得了新冠是这，OK OK，样子好像，OK。玉珠有跟我提过什么事，我忘记了哦。好。好，OK，米磊说我剪头发，对啊，我今天去理头发了。是，好酷。这个我们叫平头，梅老师你们怎么说？我们这边叫平头。我们也叫平头，平头也叫我们这个平头，对，这我们叫平头是理查老师是在外面剪的吗？对，我在外面理的。这个大概20块吧，理这样20块台币。人民币。人民币20块20 ，OK，那不贵，人民币20块也不贵。台币100左右，然后3美元左右。在英国剪头发时候就很贵。很贵啊。台湾剪头发现在因为很内卷，所以就越来越便宜了。剪头发好便宜。对，在英国只要请到有人来动手的都很贵，人工都很贵。所以是英国是流行请理发师来家里理，是不是？有的也出去外面理发，有的就是在家里面理发。我记得我生我女儿生我儿子之前，我去剪一次头发，每一次都花了40磅，而且就是剪短而已。40磅，40英镑很贵了耶，哇，非常的贵。好贵哦。而且那几年前还是1对10换人民币，那等于你的头发要400块人民币。太贵了，太贵，吓死了。非常的贵。后来呢，我们就凡是我们几乎华人都是自己剪。当理发师。因为台湾理发很便宜，大家都外面理一理，很便宜，4块5块人民币就搞定了好。玉珠说爸爸跟外婆都去世，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哎呀，玉珠很遗憾，听到这个对，就是最近就是经过了一些比较痛苦的事情好，玉珠老师们都希望你一切平安越来越好有时候就是我们期待明天吧。对，没错，还是要有希望这个老师们都在。玉珠，你如果觉得孤单或者是心情不好，随时来上课听听老师学习中文，你就忘记了好 ，OK， 好的。那梅老师，我们就来上课吧。好，这个 Grace 这个评论一定要先念一下。理查老师变帅了。理查老师变帅了。好酷，好帅。又酷又帅。好，谢谢 Grace 好，那我们来上课吧。好，这个梅老师，我们今天来教各位同学3个成语这个今天我用来形容理查老师。对，我就是想说，用我的脸应该用什么成语？理查老师剪了头发，现在看起来浓眉大眼。那各位同学，大眼。对，第一个成语梅老师已经告诉你们了，浓眉然后大眼好，不过梅老师你还是帮我们念一下好了。浓眉大眼。好，浓就是很粗吧，就是这个眉毛密密麻麻的，很粗很大很黑。有的男人的眉毛真的是很粗，这么粗，我有看过。然后这样粗到这边都有，变一字眉，有没有？很粗这样子。我前段时间我看那个《水浒传》，我先生问我，他说为什么这里面的人物的眉都是这样竖起来的？他说竖眉，好像生气的眉毛，怒眉那个感觉好，那这个各位同学，有的人的眉毛是这样粗到浓到这样一整条这样那个一字眉一字眉那有的人的眉毛，梅老师，有的人的眉毛是白色的，对不对？有。对，老人家的尤其是老人家，对，我们可以叫白眉，白色的眉毛白眉好，那对，培静跟玉珠加油玉珠加油，真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没事的好，那浓眉大眼什么意思呢？梅老师，浓眉就是这样嘛，对不对？眉毛很粗。对，浓眉就是指这个眉毛，眉就是眉毛了。浓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眉毛又黑又密，然后呢
大大家都知道，大就是这个眉毛又黑又大。对，那个又密又大又粗。也好，那我觉得，所以梅老师，我们说眉毛又密又大又粗，所以我觉得浓眉大眼比较是用在男人身上比较多。对，用所以各在男人位同学身上。 ，mostly for men，各位同学，浓眉大眼一般是形容男生，因为女生都是细眉，对不对？女生都是细眉，我也曾经见过有女生也是浓眉的，但对是呢，用在女生身上呢，不用浓眉大眼，对用浓眉秀眼。对，浓眉秀眼，女生的眼睛是小小的像我们这个东方女性外国人最喜欢就是丹凤眼，对不对？凤对，眼我好们漂亮的丹会凤眼。说丹凤眼或讲凤眼就是外国男生最喜欢的中国女性的眼睛叫丹凤眼好，各位同学，你们有兴趣自己可以去查一下词典丹凤眼啦，或细眉啦这些东西。好，丹凤眼，我觉得外国男生特别喜欢中国女性，就是丹凤眼，就是好像单眼皮、细细的眼睛这样子好，玉珠说她已经安全了，而谢且也谢两位老康复了。师，谢谢。对，而且也康复了好，玉珠加油好，浓眉大眼，大眼很简单，就大大的眼睛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成语就是像字面的意思，你的眉毛很粗很密，你的眼睛很大。然后呢，这个成语通常就是形容男生的眉毛又浓又粗，眼睛很大好，浓眉大眼。好，梅老师，我问你，你觉得你老公是不是浓眉大眼呢？不是，他不是浓眉大眼，他的眉毛也不浓，他的眼睛也不大。眼睛比较小一点。那如果眉毛不浓，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比较稀疏？是不是？就是对细眉。细眉那如果有的老人家的眉毛比较稀落一点，小眼吧。小眼，对，小眼好 ，OK， 好，各位男同学，你们是不是浓眉大眼的男人呢？我觉得男人如果浓眉大眼的话，女生应该比较喜欢吧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浓眉大眼也有那个意思，就是你的轮廓很深，对不对你的轮廓很深英文叫 have a heavy 比较 man 一点哈。对，比较 man 一点，比较 manly 那个男生的感觉所以如果一般我们说这个男人浓眉大眼，其实你应该算是赞美他吧，就是他的轮廓，我觉得是在赞美他positive。如果你说这个男人长得浓眉大眼的，基本上你是在称赞他很帅那个感觉而且感觉很 man， 对不对？感觉这个男人应该是很 man 的男人所以各位同学，你听到有中国人赞美你，哇，浓眉大眼的，他在赞美你很帅，轮廓很深heavy feature， 轮廓很深。好嘟嘟说是一个浓眉大眼的人。印度的男生都是浓眉大眼，很彬彬有礼，那就是很 gentleman 了。Grace， 你不是缅甸的朋友吗？为什么你突然想起是印度的朋友呢？好，嘟嘟是一个浓眉大眼的什么你要加个的我是个男人。对，我是一个浓眉大眼的男人或人，一般都是男生一般浓眉大眼是男的，女生浓眉大眼好像有点奇怪。好Tom 说我去剪头发，是的，没错赛说我是细眉小眼，赛你是男生，我们一般不会说细眉小眼，但是看你这个照片，不觉得你是细眉小眼，你也我觉得是个浓眉大眼的帅。对，我觉得赛算是浓眉大眼的帅哥。对，你的眉毛也算浓了啦好，这个说 Justa Learner 说我看起来很帅啊，谢谢谢谢。所以各位同学，理查老师是应该也算浓眉，眼睛不大了但是这样就大了浓眉大眼。理查的老师的眼睛还不错啦，真的
好，很好的，适中长很的适中，词。对，好，妮娜来了，妮娜来了，你呢？不是凤眼哦，是凤嗯眼哦，凤眼嗯，哦，对，丹凤眼，丹凤凤就是那个 phoenix 凤凰的凤，凤凰的凤 phoenix 凤眼哦，嗯这个特别是东方人的女性哦，都是嗯外国人特别喜欢凤眼的女孩子哦，凤眼的女孩子。嗯，老师帅到不行，哎呀，怎么今天大家笑都这样说我，害我有点不好意思了。feeling 这个很有意思，梅老师帮我我念。以前的男朋友就是浓眉大眼啊哦，哇，，OK，那很好。我觉得浓眉大眼的男生啊，特别有魅力，所以女嗯孩子特别喜欢女孩子特别嗯。喜欢。我觉得原因是因为比较男子气概一点吧，对不对？对，我也觉得是对，就是嗯，他如果是浓眉大眼，身材高高，然后很健壮那种。对，我觉得这个浓眉大眼是男子气概的条件之一。男子嗯，气概就是 manly，就是很 man 的男人哦。好，阿能可能好，这个有嗯，了浓眉大眼也不代表好汉子，有些也是浓眉大眼，但说话太娘，那怎么办？那只能够是说他的那个性格方面吧。对对但是对浓眉大眼是形容一个人的外表、外对。观，对，这啊，个浓眉大眼就单纯的形容外观了哦，他的内嗯。在怎么样不晓得不晓对，得。如果他是斯斯文文的，有点像安能你说的那种娘娘娘 子的，他是一个性格的原因，对性格，跟他的外表不能画成等号。对，嘟嘟说姐妹们前方前方就是浓眉大眼的男人中啊。啊，好，嘟嘟你很可爱哦，你好可爱哦。嗯，好，玫瑰也喜欢浓眉我大眼的，觉得浓眉大眼的男人很有魅力，对，对，比如香港的古天乐，我第一古个想象天乐，就是古天乐。对，古天乐，香港很多明星哦，男星哦，男明嗯星的这个浓眉大眼就是很 man 很多哦。嗯嗯这个玫瑰也教我们这个很有魅力这个嗯。词不错，charming，very 对，charming，魅力就是很吸引人，你看到就爱上他了，很喜嗯，欢他，这个叫有魅力charming。好，OK，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句子。那各好，位同学，你们可以说谁谁谁长得浓眉大眼，可以加个的可以加个的。嗯，好，比如说你说理查老师，理查长老师的，长得浓眉大眼的，那嗯我会很开心哦，因为浓眉大眼是 positive，好的成嗯，语，我会很开心哦。好，梅老师，你帮我念一下例句好不好？好，海山长得浓眉大眼，双眼炯炯有神。好，海山是我们的同学长嗯得浓眉大眼，你可以加个的，没有关系可以加个嗯的，长得浓眉大眼的嗯那就是很帅了，海山很帅。然后嗯他的双眼就是两个眼睛双嗯，眼，炯炯有神。梅老师，什么叫炯炯有神？就是这个眼睛很有神的，这个种种只是一个形容这个眼对，睛，对，好像就是炯炯发亮，对不对有神，对，炯炯好像它就是发亮。目光很精神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炯炯有神就是他的眼睛就是好像在发光，嗯。然后你觉得他 energetic 很有精神的感觉，然后两个眼睛好像会说话，那个哇，对，所以那个眼睛是 bright shining，嗯，然后这个 piercing 好像很锐利或者是很精神。我觉得梅老师说的没错，很精神。一看那个眼睛就很吸引人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眼睛很有精神嗯，energetic 好，理查老师长得浓眉大眼，好，谢谢。嗯，阿能最近怎么怪怪的他要是兔子你就惨了。自己别冲动，他要是兔子你就惨了。兔子很温柔啊，兔子不凶啊。因为这个在台湾兔子是同志的意思。哦对对，，sorry，在台湾兔子有跟玻璃一样，都是同志的意思。对，哦对。，OK，乒乓，乒乓是谁啊？我不晓得乒乓是乒谁。乓
我知道是乒乓，只是乒乓球只是乒乓用乒球啊，乓。对这位同学我们不晓得乒乓是指的是谁啊？嗯，好，我们的雨桐，欢迎你啊，雨桐，中二之神，好，OK，好的。那炯炯有神也是个不错的成语哦，通常是嗯，形容眼睛 bright 对，哦，这个是特指眼睛啦，这个对，词语啦。炯炯有神一定是指眼睛，各位同学，嗯所以我们会说双眼炯炯有神，就是发嗯，光，哇，shining 啊，很很有精神神奇。，energetic and bright。好，嗯双眼炯炯有神。好，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成语，我们请梅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嗯，大智若愚，对，大智若愚。梅老师，你觉得这个成语常不常用？经常用到啦，很常用，对不对？经哦，常用到。嗯，梅老师，我觉得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因为同学觉得看到鱼就会觉得 stupid、silly，对，但是这个成语呢，其实是好的，对不对？嗯，这个成语是其非实并常好的一个成语，对，这个很成语也是正面。对赞美人的，跟刚嗯刚那个浓眉大眼一样，是用来赞美人的成语哦。嗯大智若愚，各位同学，你们不要听到愚就觉得在骂人，不是 stupid 的意思，这个其实是好的。那梅嗯，老师，大智是什么意思？大智首先我解释这个智就是指智，的就是智慧啦，一个人的智慧。对嗯，wisdom，对，嗯智慧，智嗯，慧就是表示就是很你有智聪明，慧的。很有智慧，很聪明，wisdom，很聪对明。对，大智就是你非常聪明吧，嗯 非常哦。好，英文叫 great wisdom 哦，great 嗯，wisdom。这个弱是什么意思啊，梅老师？弱就是看起来的意思。对，看起来哦，看起来的意思。愚嗯，当然就是笨的意思啦，愚笨。对，愚我们笨。中文常常说愚笨，愚笨，嗯愚就是笨的意思哦，所以我们有时候骂人会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笨，那其实就是愚笨。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愚笨哦？嗯那就是其实是很聪明的人，其实是嗯很聪明的人，但是呢，他就好像看起来傻傻的、笨笨的，嗯，所以大智若愚就是其实是称赞一个人很聪对，明，很聪明，但是不会显露出来啊，不会显露出来。好，这个大智若愚，我觉得这个词很好哦。这个梅老师，我们要怎么去教各位同学去了解大智若愚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他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说，就是跟一个人谈话这个嗯，你去用心去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其实很聪明，对不对？啊、对，他很聪明，可能是他会某些地方他看得很通透，但是呢，嗯。他看穿不说穿，是吧？对对，我觉得大智若愚就是说，你第一眼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他不聪明，嗯然后你跟他聊过之后，你发现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或嗯者是他其实很聪明，但是他并不会去炫耀自己很聪明，哦，嗯不会去 show off 他的 wisdom，不会去炫耀自己的聪明。好，那我觉得跟这个雨桐说的深藏不露有一点点像啊，一点对，点像。有一点点的相似。对，有一点点像，但是娜说装笨，我就觉得装笨不不是是，不是装笨，装笨，不是，他这个大智若愚就是形容这个人的内涵是对，非常好的，非常有涵养的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个智慧很高。智慧很高。对，各嗯位同学，如果你很聪明，但是你觉得我很聪明，但是我不会炫耀，I won't show off, although I'm wise and clever。但是你不会去炫耀，你不会 show off，所以这个算是很厉害的人吧？这个非算是常厉害。比如说像嗯李朝老师的这一幅图，那大家认哦，为白色衣服的这个人是大智若愚，还是这个灰色衣服的人呢？是谁是大智就是若愚，对不对啊？嗯，其你看实他这个梅老师，我觉得这个人好像他很聪明，他就说，我很聪明哦，我真的很聪明哦，你看我什么都会，这个我也会，那个我也会，所以嗯，这个人就不是大智若愚的人但是哦。这个祖师呢，他就是
他笑笑的，知道他的这对个人大概是怎么样，对，但是他没有说穿他。对，这个老人家，我认为他是大智若愚的老人家，他就笑笑的，其实他很聪明，嗯，但是他也什么都不会说，他就这样笑笑的，其实他都了解，他都懂，对，但是他不会 show off，他不会嗯炫耀。哦，所以大智若愚就是我很聪明，但是我不会说，我很聪明哦，我很厉害嗯。哦，不是这样的人哦。好，好的，大智若愚。各位同学，我觉得人真的要做到大智若愚这个地步不容易哦，不很容易，高境界，我很觉得。高的境界哦。嗯。好，然后娜娜问了一个问题，梅老师可不可以帮我念一下？你的眼睛炯炯有神吗？你的眼睛炯炯有神，一般炯炯有神就是已经确定这个人的对，眼睛已经炯炯有神了，就不用再疑问了，带个疑问，就是对，说这个吗就去掉了，问号也去掉，不啊，是古没错，代词对吗？这不算是古不会，代词，对，不是，我们现在也会用，我们经对，常会用到经常用，炯炯有神。对。那其实你要讲的是书面语吗？其实炯炯有神，我们平常会用，平常我尤们就其经常会形容一个老人家，他身体很哎，健康，看起对，来他的眼睛眼睛很炯，精神，会对用到炯炯有神，几乎对都这样。嗯，对，那所以你平常不用担心，平常我们说话也会用到这个成语。哇，这嗯，个老人家啊，眼睛炯炯有神的，哇，表示这个老人家很健康啊，很健对，康。好好的，大智若愚，像《阿甘正传》啊，对对对，阿嗯，甘阿甘就是看起来傻傻的，其实他也蛮厉害的哦，他大智。很厉害，他智商还是蛮高的。对，其实我觉得阿甘真的是大智若愚，人家都觉得他是傻瓜，其实他很嗯聪明哦。好，很嗯，棒的例子哦。他们说理解，反而弄巧成拙。好，弄巧成拙也是很好的成语哦。对，好，那问的这个问题，梅老师觉大得呢？智若愚的人是很谦虚的吗？一般都挺谦虚的。对，嗯。没错，大智若愚的人是其实他是非常聪明的人。有的人很聪明，但是他会 show off，他会炫耀，嗯。然后让大家都知道我很聪明哦。这样的人就不是大智若愚的人哦。嗯。好，哦，安蕊来了，欢迎 Bonjour。啊。哦，哈德win我的哇，爸爸很赞美爸大智爸耶。若愚。嗯嗯，他说是很棒。雅正啊，雅正大智若嗯，愚。好，很好，好的。就是爸爸是自己的偶像，很好，很对，很好，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啊。嗯，好好的，那说我来自泰国，泰国这个字是自己的自己的字。嗯，字啊。好，但是在哈尔滨但是我在哦，哈尔滨读书毕业就对，好，别说好，但是在哈尔滨毕业，就是读书毕业吧，强调一嗯，下。嗯，对，很喜欢看哦，你们的脸书。那是在这个 Ben 老师的故乡毕业的哦。嗯。好，雨桐说我很聪明，但是我会炫耀。那雨桐，你可能就不是一个大智若愚，大智若愚的人是不会炫耀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是适当的炫耀自己的适当聪明，OK，properly show off。对，适当吧。哦，Bruce，Bruce 是中国的那个本国人哦，他说他爱啊，《阿甘正传》。诶，梅老师，你们翻译成安甘吗？还是阿甘？是《阿甘正传》。阿甘吗？哦，好，我嗯，以为不是安甘，两个地方翻他译不一样。他可能打拼音吧。对对，好，没嗯问题。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好，我们直嗯接说谁谁谁大智若愚，或嗯谁谁谁是大智若愚就可以了哦。好，来，这个嗯，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好，就是我爸爸看起来不太聪明，但是其实他大智若愚。好，我爸爸看起来不太聪明，就是 not that smart 哦，不太聪明就是看起来好像有点傻傻的，不太聪明哦，可能数学也不太好，可能英文也不太好之类的。我爸爸看起来 look like 看起来这个来。不太 not too smart not that smart，但嗯其实
其实就是有点像事实上，对不对啊？事实对，上，事实上，其实对，就是事实事实上。上啊，好，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事实上，我爸爸到底聪不聪明呢？其嗯实他很聪明，只是他嗯不 show off，他不炫耀自己的聪明啊。嗯好好的，事实上就是 in fact，actually，嗯，他大智若愚，就是他其实很聪明，但是他不会让大家都炫耀。说，嗯让大家都觉得他很聪明哦。好好的，其实我觉得英文这样翻译是蛮好的，a man of great wisdom，就是有嗯很大智慧的男人，大智慧的人哦，大智慧的人哦。好好的，各位同学，这个我们要当一个大智若愚的人哦。好，嗯，不要当一个爱炫耀的人哦，不要当一个爱炫耀的人。女孩子当一个秀外慧中的人吧。秀外慧中的人啊。梅老师刚刚说秀外慧中，好，这嗯，个词啊，很深的词哦。跟大智若愚意思是差不多啦，但是不过用在女生，秀外对慧中就是形容在女生当中。对。好，各位，我们要当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不要当一个爱炫耀的人啊。爱炫耀就 like to show off 啊，爱炫嗯，耀的人。我很聪明我什么都会，我数学也好，英文也好，中文更好，这个就不是大智若愚。那梅老师刚刚说秀外慧中，这个是特别用来形容女生的成语。梅老师，嗯，秀外慧中的女生是怎么样的女生呢？一般看起来，外表就是也文文静静的感觉，嗯，但是呢，她很善良，对很淳朴，而且比较智慧也是比较高的一个对，人。这个慧中有一点慧就是智慧，中就是对，好像你心里面是这样的，你的内在是很有智慧的人啊。我们可以所以理解为一个善良吧，对就解释容易一点。对，秀外就是你的外表是很清秀吧，like 嗯，pretty 比较秀气。pretty and 就是很可爱，adorable 嗯 maybe pretty 嗯 adorable。然后你是很有智慧的女生，秀外慧中一定是形容一个女生。我们可以说梅老师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女性哦。我 OK，觉得裴静是一个秀外慧中的人。裴静，好，梅老师特别称赞裴静，裴静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女生，这个是非常好。如果嗯你去赞美一个女生秀外慧中，哇，她高兴，很高兴，嗯非常高兴，这是很棒的一个形容词哦。嗯，好好的，好，秀外慧中，好，OK，这个成语啊，我跟你讲，各位同学，你在 HSK 是学不到的这个成语，但是我们会用哦。嗯秀外慧中，你在 HSK 你是绝对学不到的，但是嗯我们平常说话会用到，会用到。嗯，好我，Hardwing，爸爸看起来不太聪明，其实他大智若愚，可以吗，老师？就是理查老师写的这一句话了。对对对，Hardwing 可以啊，你可以说爸你爸，你看起来不太聪明然后他要生气的时候，但是你大智若愚然后他又要就又笑了。好，这位同学说他弟弟我的看起来弟弟也是看起来很笨，可是他大智若愚。好，可以，没有问题，很好。大智若愚是赞美人的一个成语啊，赞美嗯人的成语，好，很棒，你们都知道怎么用了。好，我们下一个成语呢，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大海捞针。好，大海你们都知道了，各位同学，就是 a big sea，a vast 嗯，sea，很大的海嘛。那捞，梅老师捞是什么意思啊？捞就是我用一个动作表示，比如说你拿一个呃，你见过捞鱼吗？大家见过捞鱼吗？就是捞鱼。拿一个网去捞东西，就是这样。对，我们中文常常说捞鱼，捞嗯，鱼跟捕鱼就不太一样。捞鱼好像是拿一个比较小的网子，对不对？哦，对，捞鱼，捕鱼是一个很大的网，或者是出海捕鱼就是一个对，大的网，但是捞鱼呢就是小小的一个大概是小网。这样子吧。
对这样子的一个规格，也有大的去市场，一般可能泰国和中国和台湾这边呢，东南亚这边买鱼一般会去市场里面挑一条鱼，告诉那个鱼贩说我要这一条，他就会捞，对不对，李超老师？对，没错，捞鱼跟捕鱼不一样，捕鱼 catch fish 是用很大很大的网子去捕鱼的，a big fish net，但是捞鱼是用小网子去捞鱼，就像梅老师说的，有时候去菜市场，那个鱼贩会用小网子捞鱼捞鱼所以捞鱼就这个意思捞鱼。好，那如果抓鱼可能是用手吧，对不对？对，捞一般是从下往上提，对，然后会有一个小网子当那个工具小网，这叫捞鱼，这是抓鱼，用手去抓鱼。捕鱼通常是用很大的网子很大很大的网子捞一般不用斗去捞，是不是？李超老师，安瑞说用斗，用网啊，我觉得捞鱼比较是用网了。我来拿个网了。好好的，各位同学，我们有捕鱼，捕鱼是用 big fish net。好，捞鱼是对，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就是捞我那个金鱼缸里面的那个海螺，这个对海螺里。所以梅老师手上拿的这个渔网是小的渔网小这个小捞我们叫捞捞鱼，对，没错，梅老师用这个东西用捞的，你就不能用这个东西说捕鱼，不可以不可以捕鱼是更大的网子。好，很棒好 OK， 大海捞针。阿能问一个句子，他说话吞吞吐吐，迟迟大智若愚，可以吗？可以，不是不可以。有时候说话可能就是担心某些说错，但是他还是可能这一句话用在第一次见的这个人跟这个人见面，他可能说话有点吞吞吐吐，不太想说的太多，可能。对。可以，阿能，我觉得没有问题，可以的对，问题不大，这个句。对，然后安蕊说，大智若愚的人一般很低调的态度，一般都会有。对，可以，很好 ，low key。安蕊说低调就是 low key，低调就是不炫耀也一样的意思，不炫 ，not like to show off， 低调就是 low key， 然后态度就是 attitude。对，我觉得是的，我觉得大智若愚的人都不爱炫耀，而且比较低调一点好，但是其实很聪明问我怎么会有渔网啊？我就是因为我这里刚刚好有一个鱼缸，平时这个网呢是用来捞那些螺。所以梅老师你有养鱼对不对？对，我这里有一个鱼缸，我可以转过来这个。OK， 好，这里有一个鱼缸。好，来这个梅老师，这个我们可以说梅老师家里有养鱼然后梅老师现在给我们看的这个叫鱼缸fish tank， 然后梅老师他有养鱼把鱼当宠物这样养，所以你们可以说梅老师家里有养鱼。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鱼缸 fish tank， 鱼缸鱼缸，好 OK， 好的，那这个大海捞针，针就是这个很细针就是一根绣花针啦对，缝衣服，我们缝衣服的时候，缝纽扣对，缝纽扣的时候，我们会用那个针。那大海里面，你要用梅老师刚刚那个渔网去捞一根针，不可能吧？很难，对不对？可能这个针还没捞就已经从这个洞里面掉出来了。掉出来。大海捞针啊，其实就是讲很难找到，对不对？很难找。对，就是因为这个大海很大嘛，海很大，对，然后这个针很细很小，所以呢，你在这么大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捞这么细小的一根针，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对，所以它大海捞针的意思就是比喻一个人或一个东西很难被找到，很难被找到。那英文也有一样的一个谚语俗语，就是从这个
稻草堆里面去找到一根针哦，所以也是很难找哦。所对，以其实英文的话就是 look for a needle in the haystack 哦，就是在这个干草堆里面。梅老师，你们说干草堆吗？说好，干草堆或稻草堆都可以了啊、干草堆。好，那这个我觉得跟大海捞针的意思其实完全是一样的哦，所嗯，以英文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哦。好的，所以这个 haystack 就是干草堆。那阿能问了一个问题是，上面的图片是大海捞鱼，下面的图大海捞片呢？大海捞针啊，阿能不是大海对，大海捞鱼，捞针不是大海捞不是大鱼，海捞鱼。那我大海在们中文大海里面我们叫捕鱼。对，阿能是大海捞针哦。那下面的图片，因为中文没有说什么干草堆里找针，没有这样的说法嗯哦，所以这个是英文，英文是这个意思。那嗯，中文我们就说大海捞针大海捞针。然后 Grace 也说缅甸有一样的成语，但是不是在大海。那 Grace，请问缅甸是在哪里找针呢？对，缅甸的哦，同学们，大家一起说一说。对，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也很好奇。我觉得嗯，梅老师，我觉得每个国家应该都有类似的成语，表示这个对，人或这个东西很难被找到。嗯，哦，好，女老师口音听起来像台湾人，我像吗？不像不像，你是因为这个 第二个 blue 说我的真的口音像台湾人啦，就是啊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在上课的时候也说，我听你读的好像有点像台湾的音。我说哦，他说你是不是有很多台湾的朋友？朋友我说我只有一个台湾的朋友，就是理查老师。是我。那个 Blues 是本国人嘛？我跟你讲，Blues 那个梅老师是广东的啊、广嗯，东的啊、好，广东的美女啊、好，大海老学习中学习中文看起来大海捞针不是，不是不是，嗯，因这个为大海大海捞针不用在学习上面，不用对找一个人或找一个东西嗯。比较很难找到，对，大很难海捞针是用在找东西方面。对找东西上面啊，哦，你是湖哦南的，好，湖欢迎。南的朋友好嗯，好，安瑞这个句子梅老师觉得呢？找到金饭碗，大海捞针，你可以说是想找到一个金饭碗，好就是像，对对对好像是大海捞针这样吧？对，安瑞，你要表达的意思，我觉得可以这嗯，样用，但是要像梅老师说的这样，要找到金饭碗，好像好海底像捞针，大海对捞针，好像大海捞针，海底捞吃太多了，好像大海捞针对，找到金饭碗好，就像大海捞针，好，对，就像加一个就像、好像都对可以，然后海天海海天人人山人山海，大海捞针找老婆，就是，你可以这样子说，他海天是一个人，，OK，嗯，然后呢，茫茫人海吗？想要找一个很好的老婆，就是你很喜欢的，或者是跟你性格很合得来的，可能就说像是大海捞针哈，这样而且形容。而且我们这里不要用人山人海，我觉得可以用嗯。茫茫人海了茫对，茫茫茫人海比较好，就是茫茫人海比人山人海，我们上次解释了，只是说里三层外三层人很多，对对对茫茫人海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人的比人山人海的人还要多，比这个成语的人还要多。对，嗯，好，这位同学，我们修改一下你的句子的话，或者你的说你老婆失踪了，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她，是非常的大海捞针的对感觉。对，那这位同学，我给你一个句子，你看看好不好？在茫茫人海中要找到一个好老婆，就像是大海捞针你要这样写比较嗯，
对。哦，裴静这个句子很有意思。如果不知道他的地址，要在曼谷这样的大城市找他，可真像大海捞针啊！非常好的句子，裴静，你这个完句子非常全没问题，好。裴静完全没问题，很好的句子。然嗯，后嘟嘟以前说柬埔寨的可能有也有老师在俗语也是海中找针，OK。哦，所以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成语，然后意思是很难找到这个东西的意思哦。嗯嗯。好，然后这个雨桐的雨桐这个句子就是要在这茫茫人海中找到你失散多年的妹妹，简直是大海捞针。对，因为妹妹她会长大，她的样子可能会就是女大18变。对对，你就认不出来了，对不对？要对。找到太难了哦。嗯。好，女大18变就是女孩子越来越漂亮吧？对，一般我们形容这个女孩子就是她小时候怎么样，现在都认不出来了，真小时是女候大十十八变。八变，女生啊，长大会打扮，打扮之后你就认不出她了哦，好像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好，这个雨桐你的句子没有问题，很棒哦，你们都非很棒。常好的一个句子。可是安呢，你的句子就有很大的问题了。要找到金箍棒就像大海捞针，金箍棒就是从大海里面找到的呀。对呀，孙悟空就是在大海里面去海龙王那里跟他要的这个金箍棒，这他能《西里没有大游记》看海捞针。太多了，他看那个《西游记》的招嘛，他还沉浸在那个《西游记》的剧情里面，没有出来。好，OK，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句子好了。好。好，那我们可以说什么什么东西就丢了。像是大海捞针，或者是根本是大海捞针哦，都可以。好，我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好，Lily 的孩子在市集走失了，要找到他，就像大海捞针。好，OK，这个张老师，Lily 是个女孩子，应该用女孩子的她，对不对？他的孩子啦，他的孩哦，子，她的孩子哦。对对对，Lily 没有走失了不过他的孩子可能可以是女生，也可以是男生，OK。是我一属实，我搞错了。没关系，没关系。好，各位同学，丽丽的孩子在市集，市集就是那个市场吧，market，只是 market 吧。对，市场 market，走嗯。失了就是失走丢了。踪了，不见了，走丢了，找不到了，叫走失了，就是找不到了。本来你还牵着他，诶，怎么不见了？找不到嗯。了，走失了就是失踪，找不到了。那要找到他，就像是大海捞针，或者就像大海捞针也可以，这个是有没有都没关系啊。嗯。就像是大海捞针，意思是什么呢？梅老师？或者是意思就是他很难找到这个孩子，可能真的可能被人贩子给抱走了。对，可能被坏人抱走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了，要找到他太困难了，你就可以说要找到丽丽的孩子，就像是大海捞针，可能你觉得找不到了，哦，嗯。好，所以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这个事情哦，各位同学，你的小孩子要牵好哦，因为小孩子走失了很麻烦，有时候你找不到了，可能被坏人带走了，那你要找到他，真的是像大海捞针一样哦。好，好的，好 ，Brad 这个句子，我花了半天找到车钥匙，真是大海捞针的情况，不要的情况了，就是我花了半天才找到才吧，才对，找到车钥匙，然后这里是一个逗号，不是一个句号，因对为这个句子还没有完。对然后呢，真像是大海捞针啊，对，就这样吧。这样就可以了。对，像梅老师说的哦，好，Brad，你可以说，我花了大半天，我花了大半天才找到车钥匙，真像是大海捞针就可以了哦。表示你车钥匙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几乎快找不到了。好，OK，才找到车钥匙。
好 ，OK， 没什么问题了哦。好，大家很喜欢这个成语耶。找到跟你名字一样的女生是大海捞针的，这表示这个女生的名字很特别，很对，少有，因为永嗯，祥的名字是男对，生的名字嘛，你要找嗯到一个女生叫永祥的，可能很难很难哦。好，永嗯 祥，你这个句子我们懂那个意思了哦。嗯找到跟你名字一样的女生是大海捞针就好了，不用加嗯，的吧？哦，应该是不用加的。对，好，不用的，一不用的，般大海捞针就结束了，对，就不就不用用加的。说了。好，不用的。好，OK，好的，那这个我们来，梅老师，我们现在呢给学生一些题目好了，让他好，们练习一下。好，好，我们先请梅老师帮我们念一下这些成语嗯，哦。第一个成语就是浓眉大眼，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大智若愚，好，第三个，第三就是大海捞针，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哈哈哈，民国很帅，嗯，好，什么？怎么怎么的，好，很受女孩子欢迎。哇，你看民博啊，好帅哦。然后呢，什么什么的，很受女孩子欢迎，好受嗯谁谁谁欢迎，就是 be popular among，就是女孩子都很喜欢他嗯哦，女孩子都爱上他，都好喜欢他，所以我们可以说很受女孩子欢迎。好，所以我嗯们答案是什么呢？嗯，哦，民博好快哦，已经写出啊，来了。是不是民国好快，啊，永祥不是永祥，永祥好快呀、嗯，已经答出民来了。国很帅，浓眉大眼的，很受女孩子欢迎。好，松平的句子。民国很帅，浓眉大眼，少了个的，的，哎，加也不要也可以啊，对，不很要也受女没关系。孩子欢迎。好，没问题哦。好，大智若愚啊，不是大智若愚耶，而且你时光字写错了哦。好，浓眉大眼，Norbert，还有浓眉大眼浓都眉大眼，答对了。浓眉大好，没眼，问题，大家都了解了浓眉大眼的意思。那各位男同学，如果我们说哇，你长得浓眉大眼的，你要开心，因为我们在赞美你啊，我们在赞嗯，美你哦。好。民国没有来上课啊，民博，哎，好久没看到民博了，对啊，可能哦，他又在准备回去中国上学了。对，在忙了哦。嗯，好，OK，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哦，嗯，我们再念一下雨桐的好了哦，再好，念一次好了啊。民博博字错了哈，对，很帅，浓眉大眼的，很受女孩子欢迎。哎呀，我也好想受女孩子欢迎哦，所以呢，这个一定要长得帅一点才会受女孩子欢迎哦。好，民博长得跟海山一样，对没错，好，就是因为刚刚你们的都浓眉大眼的，对，刚刚的例句是海山，现在是民博，所以海山说民博跟海山长得一模一样啊。你看，嗯，我觉得海山也是浓眉大眼的哦。对，哦，看他的照片，海嗯山你也是浓眉大眼、很帅的男生嗯哦，你一定很受女孩子欢迎。不过海山已经65岁了，还受女孩子欢迎，好厉害哦。好嗯，好的，我们再看下一题。好，要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好，浓眉大眼，大好，智若愚，嗯哼。大海捞针。好，我们的句子是什么样的人不会炫耀自己？对。好，各位同学，什么样的人不会炫耀自己？炫耀就是，我很聪明，我很帅，我什么都会。这样的人就是 show off，炫耀自己哦。好，什么样的人不会炫耀自己呢？好，哇，大家，好，永祥差点讲民博，永祥又是第一名啊，我们来念一又是下永祥。第一名，对啊，大智若愚的人不会炫耀自己。很棒哦，好，大智若愚，好好的。其实大智若愚的人是很聪明的，但是嗯他不会炫耀自己，他不会嗯说梅老师我很聪明哦，梅老师我数学也很好，梅老嗯师我体育也很好，我英嗯文很好，数学很好，我什么都好，我超聪明的。
这个大智若愚的人是不会这样子的哦。嗯，好，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好，我们念一下阿能的句子好了。好，大智若愚的人不会炫耀自己。很棒。好，我们再念这位同学的。大智若愚的人不会炫耀自己。很棒。好，各位同学，你们已经知道大智若愚的人有怎么样的特质，对不对？有怎么样的 quality。好，他是不会炫耀自己的。好，那好，我们念一下 Norbert 的句子好了。大智若愚的人不会炫耀自己。好，太棒了哦。好的，那我们再看最后一题。这是最后一题。就是浓眉大眼，大智若愚，大海捞针。好，我们的题目是市长被绑架了，要找到他是怎么样呢？怎么样？好，市长就是这个市的 leader 吧，这个 mayor， 我们英文就是 mayor， 市长哦，被绑架了。林老师，什么叫绑架？绑架就是他想要钱，他把他给绑走了。对，坏人有坏人想要钱，他就把市长给绑起来带走了。绑架就是 kidnap。好，这个词我们有在 HSK 学过了哦。那如果你们不懂什么叫绑架，就像这样子，把它绑起来，把它带走了。kidnap and take away。好，绑架是不好的哦，是非法的，是犯罪哦。所以各位同学不要去绑架别人哦。不要看理查老师很帅就把我绑架走了。要找到市长是怎么样呢？好，因为他把他藏起来了哈。对，藏起来了，市长被绑架，藏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好，大海捞针，大海捞针，大海捞针。宋平的句子好了。市长被绑架了，要找到他是大海捞针。很好。好的，我们念一下 Norbert 的句子。市长被绑架了，要找到他时。你这2个字打错了哈，打错了。大海捞针。好的，好，我们最后念一下嘟嘟的句子。市长被绑架了，要找到他是大海捞针。那意思就是你要找到市长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因为坏人把市长藏起来了所以你可能找不到他了。好 ，OK， 没问题。我们再念一下我们秀外慧中的裴静的句子。市长被绑架了，要找到他，大海捞针。对，好。永祥说绑架的同义词是绑票，对，绑票就是绑架了，一样的意思比较口语的说法，可以，这个我好像也教过，2个都可以用市长被绑票了也可以。我们好像没有念过安蕊的句子，我们念一下。市长被绑架了，要找到他是大海捞针。好，没问题我们也没有念玉珠的句子，不可以，一定要念玉珠的句子。市长被绑架了，想要找到他，向大海捞针。对，加个想要更好，想找到他。对，我觉得玉珠的句子写的比我的还好。对，太棒了。很好。这个梅老师，我觉得我每次要在这么短的空间写句子很难，我要把它很精简到我觉得有时候都太精简了。对，因为这个字不能太小，要有这样的一个规格，所以呢，真的是想破脑子。就是本来句子很长，你要把它缩短到几个字以内，然后这样字才够大。又要这个句子很简洁明了，所以就是很困难了。对，所以各位同学，理查老师的句子都是要想很久的，因为句子不能太长，然后字要够大，你们才看得清楚。因为有的同学年纪比较大了，这个字要比较大，看得比较清楚对，当备课的时候一定要是这样想。对，没错，要多为同学们着想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我们今天学了3个成语，第一个是这个叫什么？浓眉大眼。第2个呢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大智若愚。对，我们要当一个大智嗯若愚的人哦。第三个是那个大海捞针。表示这个人或什么东西很难找到哦。保镖们别找了，绑架市长的人，你是一群美女，市长哦，心甘情那愿的就不是绑架了，这是被好，诱拐。那就让他去吧，再选一个市长。对对，再选这个市长实在是这个不可以，不可以，再选新不要的好了。江山，要美人。对，好。好的，好，没有错，成语数量是很多的，嗯，那不胜枚举。所以其实梅老师，我们其实学成语也不用太紧张，对不对？我们对，就是循序渐进，慢慢的学习。像我们每个礼拜学3个，其实就慢慢学就很够用了，对不对？哦，积少成多。积少成多，真的，各位同学，嗯成语真的非常多，就像我嗯们母语者也没有办法学习到每一个成语。所以嗯你不用很担心，像理查老师找的成语都是比较常用的，所以你把它嗯学起来就可以了。我们一嗯，个礼拜学3个，一个月就可以学到12个，对不对？所以对。一年就学到几个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积少成多，不要太担你心。理解了这几个成语，然后你会运用到生活当中，那你就已经很棒很棒了。对对哦，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学习中文要慢慢来，不要太紧张哦。好嗯，好的，李超老那师，我总以为这个嘟嘟是佩佩猪，我好像很久没见佩佩猪了。佩佩猪前2天有来，对，但是他哦，在台湾读书，现在比较忙。嘟嘟是男哦，生的样子，好像嘟嘟是男生哦。好，OK，嗯，那今天谢谢梅老师教大家成语，我们下次再见了。下次再看到梅老师的时候，下星期五呢，我们要这个要这样了哦。好了，OK。好了，OK 大赛了哦。好，那那老师来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课堂吧。来一首歌啊，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好，就这样就好了。啊，但是阿南不是积小成多，是积少，积少成多，积少不是成多。小少加，把哎，这个对，一勾，对，改成一撇。还是秀外慧中的裴静厉害，积少成多。好，OK，那梅老师，今天谢谢你了。我们下嗯个星期五再来跟同学们一起快快乐乐的唱唱歌。嗯，好，OK，那梅老师晚安喽，拜拜。好的，拜拜，大家再见。好，谢谢。好，我们再次的感谢梅老师，每个星期五都给我们带来很棒的课程。那今天的成语是很常用，也很实用的，各位同学要把它记起来。那也不要忘记了，下个星期五我们要来小城故事多，我们要来唱歌。那你们要准备一下哦。好，最后请各位同学帮老师按赞 ，give me a thumbs up，然后也可以帮我下载这个 handbook，好吧？好，那各位同学晚安喽，拜拜。